海南封关，新加坡人怎么看？最近啊，这个海南封关这个词啊是真火呀，网上很多视频都在说这个海南封关，新加坡要完蛋了，是真的吗？这两天啊，我是特意上网去美国那个最大的论坛叫什么 Red 的，去溜达了一圈，特意看了看这个新加坡板块。好家伙，那个里面关于这个海南封关的帖子啊，那叫一个热闹。我也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新加坡网民嘛，他现在是分成两派，吵的是不可开交啊。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个新加坡这两派的观点拿出来聊聊。咱们先说这第一派啊，我管他们叫淡定派。这帮新加坡人吧，那是真傲气。他们在这网上怎么说呢？大概意思就是啊，切，海南想赶上我们新加坡，做梦去吧，还得练个100年。他们是列了一堆数据啊，什么新加坡的法治多么完善啦，金融体系多么发达啦，港口效率多么高啦，说什么我们的货物在这个港口堆积只需要1天，你们海南行吗？这块吧，听着是虽然刺耳但是咱们得承认呀，人家确实有狂的资本呀。那新加坡那个樟宜机场还有那个港口啊，它确实是世界级的，人家那是几十年攒下来的家底儿，又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又是这个航运中心，那个护城河挖的它确实是很深啊。在这一派人眼里吧，海南自贸港顶多就是个弟弟。他们觉得这个海南现在的定位啊，主要就是服务中国国内的双循环，搞对东盟的贸易啊，跟那个新加坡做那种全球转运啊，赚全世界钱的路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吧，他们就得出来一个结论，海南封关对新加坡影响不大，咱们是该吃吃该喝喝，马照跑舞照跳。看着是不是挺自信的？但是我跟你说，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懂行的，真正让这个新加坡脊背发凉的是第二派人的观点。我管这第二派呢叫清醒派。这部分人的脑子是特别的清醒啊，他们也承认海南自贸港呢一时半会儿它确实是干不掉新加坡的，毕竟一个做转口贸易的积累，它不是靠几年的政策就能完全抹平的。但是吧，他们的眼睛毒呀，他们透过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儿看到了背后更深层的一步大棋。他们在这个论坛里嚷嚷兄弟们呀，你们别盯着海南看了，海南就是个幌子，真正要咱们命的是泰国，是那个克拉运河，是那个吞武里路桥。那说到这儿咱们得给大伙儿补一堂地理课，就是新加坡这个国家吧，怎么发家的？是不是靠这个勤劳勇敢？一半一半吧。它最大的本钱就是它那个位置，马六甲海峡的咽喉。你看那个地图从欧洲、中东过来的油轮啦、货轮啦，要往咱们中国、日本、韩国运啊，马六甲海峡它是必经之路呀。这就像是咱们在这个高速路上的必经收费站。新加坡呢，就坐在这个收费站边上开加油站呢，开修车铺开饭馆，开银行，所有的船都得从这儿过，都得在这儿停一下，加个油吧，补给一下吧，顺便把这个货倒腾一下。这就好比全亚洲的过路费都被这个新加坡给收了。那据统计这个新加坡大概7%的 GDP 直接来自于港口，这就养活了17万人呀。但是这个吧还不是大头，更厉害的是他依托港口搞起来这个炼油、金融、保险。这个新加坡呢是世界第3大炼油中心，你敢信他自己是一滴油不产呀，但是全世界的油都在那儿炼，为什么呢？因为船多呀，方便呀。所以说马六甲海峡就是这个新加坡的命根子呀，是他们的铁饭碗，甚至是金饭碗。只要这个马六甲海峡还是唯一的黄金水道，这新加坡就算是躺着这个钱也能从天上掉起来砸到脑袋上。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买卖，那帮清醒派的新加坡人担心的就是这个中国现在在搞海南自贸港，那只是第一步，是在布局。如果这个中国腾出手来，真的去帮这个泰国把那个什么克拉运河或者吞武里路桥给修通了，那咱们新加坡可就真的要凉凉了呀。咱们先说这个克拉运河，这也是个100年老梗了。在这个泰国南部吧，有个地方叫克拉地峡，最窄的地方呢才50公里，只要在这儿挖一条河，把这个印度洋和太平洋连起来，那所有的船我是说所有它都不用绕过那个大弯去走马六甲了。你说这一圈能省多少路？1200公里。对于那些开船老板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呀。一艘10万吨的油轮走这条运河，光这个油费和运费一趟就能省个35万美元。
来回就是70万啊！哎，你算算这笔账，谁不乐意走近道啊？再说那个什么吞武里路桥，这呢是泰国最近几年主推的项目，因为这个挖运河吧牵扯太大了，又是环保啊、领土啊，反正各种事儿。这泰国呢，他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我在这个两边各修一个深水港，中间修铁路和高速公路连起来，货到了这边卸下来，拉过去啊，那边装船再走。那虽然是麻烦点啊，叫海陆联运，但还是比绕马六甲快啊，能省6到9天的时间呢。这对于那种急着交货的生意来说啊，这几天就是命啊。这个事儿要是真干成了，对于新加坡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个唯一的收费站就被绕开了，意味着原本必须要停在这个新加坡加油、修船、买保险那些大客户啊，全都跑到泰国去了。所以啊，这帮新加坡网民啊，在这个网上说，完了完了，要是中国真出手帮这个泰国修这个，咱们新加坡这点优势啊，100年的基业啊，那就是釜底抽薪啊！哎，你听听啊，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焦虑。他们不怕这个正面的商业竞争，怕的就是这种降维打击，怕的就是连桌子都给你掀了，直接换个地方打牌。哎，你可能会说，这个克拉运河也喊了100多年了，也没有见修起来啊。新加坡人这么害怕吗？这要是放以前，或者是别的国家想修吧，这新加坡人估计也就当笑话听听。那毕竟这个工程量浩大，跟愚公移山似的，一般的国家真是玩不转。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站着中国呀。咱们中国有个外号叫基建狂魔，这个外号可不是白叫的哦。逢山开路，逢水架桥，在咱们这儿那都是基本操作。新加坡人啊，心里跟明镜似的啊，只要中国想干，只要这个资金到位、技术到位，你别说是挖个运河、修个路桥，就是把这个喜马拉雅山打个洞，那都不叫事儿。而且吧，泰国那边也是急得火上房啊。这个泰国总理啊，那是满世界的推销这个路桥项目，这就是泰国的国运呀。你说要是把这个路给修通了，泰国立马就能变成东南亚的物流中心，那是躺着数钱的好事啊。但是泰国缺什么呢？缺钱，缺技术，这2样呢，正好中国都有。而且咱们中国呢，是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金主，咱们的一带一路啦，那是实打实在修路架桥啊。雅万高铁通了吧？中老铁路通了吧？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呀。在这个新加坡人眼里啊，这中国和泰国他要是联手了，那才是王炸呀。这更让这个新加坡人忌惮的是啊，这不仅仅是个经济账，这背后吧还有一本安全账。咱们都知道，这个马六甲海峡虽然繁华，但是它太窄了呀，太容易被控制了。尤其是美国啊，在这个新加坡啊，那是有军事基地的，那个樟宜海军基地啊，常年停着美国的滨海战斗舰，有时候这个航母啊也去溜达溜达。那对于咱们中国来说，这个能源安全、贸易安全全部压在马六甲这条线上，这叫马六甲困局。这就是让咱们家的粮道攥在别人手里面，你说这能踏实吗？所以吧，从战略上讲，开辟第2条通道绕开马六甲吧，对咱们中国也是刚需。这新加坡人啊，他就是看透这一点，所以才怕呀。他们怕的不是这个海南岛卖这个免税化妆品，他们怕的是中国为了打破马六甲困局，真的去砸钱把泰国的通道给修通了。一旦那条通道修通了，那新加坡手里面攥着那把金钥匙，瞬间就变成废铁啊。那咱们以前是常说啊，新加坡是小国大外交，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是长袖善舞，一会儿呢跟这个美国亲，一会儿啊跟中国好，两头吃红利。他凭什么呢？不就是凭着他扼守咽喉要道吗？不就是凭他说话有分量吗？如果这个马六甲海峡不重要了，那这个新加坡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立马就得缩水一大半。你说到时候谁还求着你啊？谁还看你脸色呢？这才是 Reddit 上那帮新加坡网民啊在那边担忧的根本原因。他们那是失去特权的恐惧。那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也得客观分析一下，海南封关对于这个新加坡它到底有没有影响？那肯定是有的。虽然咱们海南现在的定位是服务国内双循环，但是随着这个自贸港的发展啊，咱们的政策是越来越开放了，税率呢是越来越低，必然会分流一部分原本属于新加坡和香港的转口贸易。哎，你想啊，如果我想把这个货卖到这个东南亚，或者说从这个东南亚买货进中国，我在海南中转是既方便又便宜，政策还优惠，哎，我干嘛非得去新加坡绕一圈呢？但是吧，要说这个海南现在就能彻底取代新加坡啊，那也是吹牛啊。
就像新加坡那帮淡定派说的啊，人家的金融体系啊、法律环境啊、高端服务业啊，那确实有咱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啊，这得承认差距。但是吧，趋势这2个字是最可怕的。海南嘛，就像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每天都在变样啊，每天都在进步。这背后吧，还站着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强大的工业体系。而新加坡呢，那虽然是个富得流油的大叔，但是他的天花板已经到了呀，他的地盘就那么大，他的资源也就那么多。更要命的是这个新加坡这个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在未来吧，可能会越来越难走。现在的世界啊，讲究的是产地直销，产业链呢都在重组。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咱们之间啊直接做生意，那中间环节肯定是越少越好。如果未来这个克拉运河或是路桥真的修通了，那整个东南亚的物流格局啊就彻底变了。到时候海南岛可能就是新格局下的北桥头堡，而泰国南部就是南桥头堡。你说这俩一呼应，中间这一大片区域就盘活了。至于新加坡，可能就真的只能做一个精致的旅游城市，或者是区域性的金融节点了。所以啊，我在那个论坛里看到那些争论其实反映出的就是一种时代变迁前的焦虑。那新加坡网民的2极分化呢，恰恰说明了他们心里没底儿。对于咱们来说吧，咱们不用去嘲笑新加坡，也不用去刻意针对谁。咱们搞这个海南自贸港，就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发展，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呢过上好日子，是为了咱们国家的贸易安全。咱们不惹事儿，但是咱们也不怕事儿。咱们修路架桥呢，那都是为了造福大家，为了让这个地球村的物流更顺畅。如果有人非要觉得咱们动了他的奶酪，那只能说您的这个奶酪本来就搁在路中间挡道的，那迟早得被人搬走。世界在变，中国在崛起，亚洲的中心在转移，抱着这个老黄历过日子那迟早得被淘汰啊。那至于咱们海南，机会给到了，政策给到了，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干了。咱们得拿出点真本事把这个服务给搞上去把这个环境给搞好了，到时候全世界的商人都得排着队往咱们这儿跑。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